眼见叶晨用手指出方向，林婉儿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便直接拉动操纵杆，让直升机精准地朝着叶晨手指的方向飞行。此时，躲藏在巨石缝隙内的云如歌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对方锁定，他只想着尽全力让自己不要移动身体，不要发出任何声响。等直升机上的人巡视一番之后，自然会离开这里，而且他也有着绝对的把握不会被对方发现，因为这架直升机在山谷中转了好几圈，但上面的人根本就没下来搜寻过，而挡在云如歌头顶的巨石十分厚重，就算是对方用热成像之类的设备，也不可能透过这巨石发现自己的下落。可是让云如歌感到愈发忐忑的是，那直升机竟然朝着自己的方向呼啸而来。随着非直升机距离自己越来越近，云如歌的心也紧张到了极点。此时直升机已经来到山脚下那块巨石上方，叶晨忽然开口说道，就是这里，我已经感觉到他了，他现在伤得很重。说罢，他推开门便打算从直升机上直接跳下去。林婉儿下意识拽住他的衣角，脱口道，公子，既然那位定远伯伤得很重，不妨等奴家一起吧，奴家想跟公子一起会一会他。叶晨见此便放弃了直接跳下去的打算，开口道，这下面全是树，直升机没法降落，要不你还是降回爆炸推平的那片区域吧，然后我们一起走过来。林婉儿点点头，随即操控直升机原地掉头。巨石底下的云如歌眼见直升机到头顶后转身离开，忍不住长长的松了口气。可他不知道的是，林婉儿已经将直升机降落在了爆炸范围的边缘。待直升机停稳之后，他对叶晨说道，公子，奴家曾收到过线报，定远伯云如歌虽是破清会4大伯爵之一，但其一心向道，并未做过多少伤天害理之事。今日常胜伯自爆，奴家觉得其中必有蹊跷，若公子能以此为突破点，说不定能将云如歌收为己用。叶晨轻轻点了点头，道，如果那常胜伯的自爆确有蹊跷的话，恐怕除了英主之外，就没人比这个定远伯更清楚了。随即两人跳下直升机，步行朝着云如歌藏身的巨石走去。云如歌此时刚刚放松下来，本想稍事休息，便赶紧想办法继续逃离此地，可没想到很快他便听到了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他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不禁暗暗惊呼，难道是刚才直升机上的人步行过来了？一想到这，他刚放下的心当时又悬了起来。他很清楚眼下的自己身受重伤，无论对方来的是谁，自己都没有半分反抗的能力。眼下的他只能默默在心中祈祷，祈祷这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不要来到自己身前，祈祷这脚步声的主人不要发现自己。可是他的祈祷似乎没有任何效果，那两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竟然就在巨石外不足10米处站定。此时的云如歌已经紧张到无以复加，他知道自己只要被对方发现，基本上必死无疑，而且对方为了从自己嘴里撬出破清会以及英主的情报，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折磨自己。而破清会屡次试图对安家赶尽杀绝，一旦自己落在他们手里，就算乖乖合作，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所以眼下他心中最后的一丝侥幸，就是寄希望于对方不会发现他。就在他还心存最后一丝幻想的时候，叶晨朗声开口道，定远伯，方才你便在暗处偷看我与常胜伯斗法，如今还藏在暗处，有些说不过去了吧？叶晨的这一句话仿佛一颗炸雷，在云如歌的大脑中轰然作响。在这一瞬间，他脑中一下子涌出多个念头，这人竟然发现了我，这人竟然是刚才与常胜搏斗法的叶晨。可是这怎么可能呢？我明明见他在爆炸中受了重伤，甚至以极快的速度消失不见，他怎么还能活得下来？而且听他的声音，他好像根本就没有受伤。无数个问题让云如歌心乱如麻，同时也变得更加惊慌失措。虽然他已经掌握灵气，是高手中的高手，
但当死亡的预感充斥全身时，他也会感到无助与害怕。此刻，巨石外的叶晨见他没有回应，便微微笑道：“定远伯，你现在修为尽失，而且还身受重伤，如果没人施以援手，你可能连这个山谷都出不去。你那位英明神武的英主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过来救你。与其在这里绝望等死，不如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你看如何？”一听叶晨提及英主，云如歌浑身控制不住的一阵发抖。回想长胜伯死时的惨状，他心中又惊又恨。再联想到自己的泥丸宫内也有一个威力巨大的自爆阵法，他更是感觉如芒在背。对他而言，宁可在这静谧的山谷中自刎了断，也不愿意回到英主身边继续做他的人肉炸弹。而且他也不知道英主留在四位伯爵泥丸宫内的阵法究竟有几种触发模式。现在看来，用英主教授的所谓开泥丸宫的心法是一种主动触发的方式。除此之外，不知道英主能否用意念将阵法引爆。以云如歌对英主的了解，英主一定会留个后手，说不定只要自己在他感知范围内，他随时都能让自己粉身碎骨。思忖片刻，他咬了咬牙，虚弱地说道：“叶先生既然想聊，那在下就客随主便了。”云如歌这一声在下，完全是发自肺腑。他亲眼看到常胜伯在叶晨面前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自知叶晨实力比自己要强得多，再加上叶晨竟然能在刚才的爆炸中完好无损，更让他感觉叶晨实力深不见底，所以下意识地以在下自称。说完这话，云如歌挣扎着想要站起身来，虽说他已经选择向叶晨低头，但他作为一名修士，亦不愿让叶晨看着自己从这巨石缝隙中爬出去。可是他此刻的身体早已受到重创，从爆炸范围一路爬到这里，更是几乎耗尽他所有气力，所以让他挣扎着站起身的时候，双腿已经抖如糠筛。当他咬紧牙关，想要试着迈步走出来的时候，迈出的右腿忽然传来一阵剧痛，紧接着整个人便不受控制地向前跌倒。眼见云如歌面朝碎石倒下，马上就要重重砸在坚硬锋利的碎石之上，叶晨立刻向着他虚空打出一拳，强大的罡风自拳面喷涌而出，掀起一阵能量极强的飓风。那股飓风速度极快，竟将身体已经45度快要摔倒的云如歌稳稳地拖在半空。云如歌在身体跌倒的那一刻就已经完全认命，他知道自己这一摔下去，整张脸就彻底废了。可是眼下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等同废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向前栽倒，无力回天。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与自己还有几丈远的叶晨竟然一拳打出一股强大的罡风，而这股罡风不仅没有对自己造成任何伤害，甚至还如同一股风墙一般，稳稳地拖住了自己即将摔倒的身体。就在他心中震惊不已，而身体呈45度倾角悬停时，他的余光看见叶晨大步朝着自己走来。而就在那罡风逐渐式微，眼看着自己又要向前摔倒的那一刻，叶晨已经来到了自己的面前。紧接着，云如歌的身体被叶晨用右手单手扶稳，叶晨右手稍一用力，便将他的身体扶正。云如歌松了口气，正要开口道谢，叶晨左手便直接朝着他的脸甩了过去。云如歌眼见叶晨左手来势极快，还以为他要抽自己耳光，脑子里瞬间浮现一堆问号的同时，也涌上了一股强烈的委屈。他活了100余年，还从未被人打过耳光，可是他心里也很清楚，眼下自己成了叶晨的阶下囚，无论什么羞辱与折磨，自己也只能受着。可就在他心中屈辱无比的时候，叶晨的左手并没有打在他的脸上，而是径直将一颗黑漆漆的丹药塞进了他的口中。云如歌更是大骇，还以为叶晨也与那英主一样，为自己吃了某种毒药。可一句在心中痛骂叶晨的话还没说完，他便感觉叶晨塞进自己嘴里的药丸在瞬间化作一股极其精纯的暖流，并且以极快的速度修复着自己躯体的每一处。云如歌还从来没有服用过这么强大的丹药，
再加上眼下身受重伤，所以这回春丹带给他的感觉就好像一个在冰天雪地里快要冻死的人，忽然间掉进了一处温泉之中，那温泉的温热瞬间包裹全身，瞬间让被冻僵的躯体彻底暖和起来，而他身体在刚才爆炸中所受的重创，也在以匪夷所思的速度快速好转。虽说一颗回春丹还不足以让他恢复如初，但也让他从垂死边缘捡回了一条命。他这才明白，叶晨喂给自己的不是什么毒药，而是珍贵无比的丹药。原本连站立都很困难的他，瞬间感觉自己所有断裂的骨头都已经得到修复，已经完全能够独立行走。惊骇又感激的他，毕恭毕敬地向着叶晨鞠了一躬，红着眼道：“谢谢叶公子救命之恩。”叶晨松开扶着他的手，淡然道：“如果真的想谢我，稍后就把你知道的一切都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云如歌不假思索地说道：“叶先生放心，在下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叶晨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而是直接转身往回走。云如歌连忙跟上，同时也看到了前方站着的那个绝美的少女。当他看清对方面庞的时候，他整个人仿佛见了鬼一般，骇然无比的惊呼：“林婉儿，是我！”林婉儿清脆地应了一声，随后看着云如歌，俏皮地眨了眨眼睛，笑道：“定远博士吧，听说你很久了，坊间都夸你漂亮冷艳，今日看来还真是闻名不如一见呢。”云如歌一双漆黑的眼眸紧盯着十足少女味道的林婉儿，心中早已惊涛骇浪。她忍不住问林小姐：“你果真活了300多年吗？”林婉儿坦然地点了点头，笑嘻嘻地说道：“对啊，你既然是破清会4大伯爵之一，应该在几十年前就听说过我吧？”云如歌不加掩饰地说道：“没错，在下80年前就听说过林小姐的大名，今日终于见到林小姐的真容，是在下的荣幸。”林婉儿知道叶晨想拉拢云如歌加入他的阵营，于是便笑着对云如歌说道：“定远伯见到我没什么好荣幸的，见到叶公子才是你的荣幸。若没有叶公子，就算你能活过今晚，吴飞燕也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找到。就算你不等他找你，自己主动回到破清会，结果也一定不会如你所想。”说着，林婉儿又道：“若没有叶公子，你修为尽失，又身负重伤，在吴飞燕的眼里，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却还掌握他许多秘密的累赘。他一定不会费力救你，相反，他一定会杀了你以绝后患。”林婉儿的话让云如歌整个人顿时呆立当场。他此前只是觉得自己不愿再回到吴飞燕的身边，任他摆布，受他利用，可自己却没想过，失去修为，重伤在身的自己，就算想回去任他摆布也没机会，因为自己的伤太重，根本就没有恢复的可能。吴飞燕也根本不会耗费他的灵气来救自己，所以自己对吴飞燕自然也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价值的人，吴飞燕不会留在身边，而没有价值同时又掌握吴飞燕秘密的人，吴飞燕也不会留他在人间。想到这里，云如歌更加坚定了与叶晨合作的信念，于是他单膝跪地，感激无比地看着叶晨，恭敬道：“在下云如歌，拜谢叶先生救命之恩。”叶晨心里对林婉儿又多了几分赞叹，暗忖这个300多岁的女孩子属实冰雪聪明，一开口就能说中要害，看来人活的时间长就是不一样。随即他收回思绪，对云如歌微微点了点头，开口道：“刚才那颗丹药只是先帮你缓解伤势，等过了这段时间，我会择机让你的修为恢复如初。”云如歌骇然无比，同时又抑制不住惊喜地问道：“叶先生，您真能让在下修为恢复如初？”叶晨淡淡道：“许长青爆炸时，我受的伤比你还重，你看我现在恢复的怎么样？”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